你想孙子，当初你说孙子给他去带，他还会来找我们的。你这样说，孙子一生出来就是我带的吗？那我肯定赌气了。我赌气就说给孙子给你，你会来找我的。我女儿不会来找你，我告诉你，你支持他打我的女儿。当时打了我女儿，这边脸都是整的，眼睛都是整的，耳朵还嗡嗡长起来，嘴角都出血了。你现在来找我们带孩子现在很好，很带的白白胖胖的。那个时候我也是一时冲动。我们不给你看，我告诉你。冷静一些，冷静一些，冷静一些啊！问，孙子多大？2岁多了。当初离婚，他妈妈什么都不要，就要这个孩子，所以我们就赌气给他了。啊，这个你们结婚多少年离的婚啊？3年。离婚的主要原因是什么？你自己说说吧。他就是打我女儿，我最看不惯就是这一点。那你女儿也不对呀，哪有大老人跟前摔盘子打碗的？真正老人都是骑马的，做媳妇的，那也不该在我跟前摔碗砸碟子的吗？那就应该他就是对的了。虐待他呀！打人是不对，打人是不对。没有，当时知道不？你看人家的女儿坐月子越坐越胖，我的女儿越坐越瘦。到医院去检查，还说了什么营养不良？你说我送的这些营养品，什么鸡呀、蛋奶、鱼啊、肉什么，哪有这样？一些还有燕窝，我都送到他家去了。吃再多也不会胖。没有，这些其实都给小玉吃了，她平时吃的比我还多。吃了，哪也没给他吃的。我们都是把最好的先给他的。他在家里的时候怎么不是这样的？那2个口味，你家是南方人，我家是北方人，做饭菜肯定口味不一样啊。我卖的鸡蛋都是好鸡蛋，放到你家里去的。你呢，这破壳鸡蛋都给他吃。不，这样行吗？不，这您这说的是黑暗的旧社会吧？这婆婆就是这个婆婆这样做的。不可能，怎么会呢？不可能的事儿，没有，主持人根本不是这回事儿。因为勤俭之家嘛，有时候超市里面蛋有点裂缝了是吧？买回家那也不一定是给我媳妇吃，我们大家都吃，我儿子也吃，我们全家都吃，不可能就说就专给他女儿吃，对不对？那怎么办？医院里去那个小孩。也有这个什么戏剧性感染呐我女儿的也是拉肚子啊，那是为什么原因呢？这个你真的误会了。你像小孩的话，他是这么大，正是活泼的时候。你就是这样，和你妈妈就是一个鼻孔出气。他说我儿子不对我一个鼻孔出气，2个鼻孔出气啊！你就偏向你女儿说的那个，我不是偏向我女儿，一面之词，知道吧？我女儿我教的很好，可是你就刁难她。她扫地拖地板，她就说你这也没拖得好，那也没拖得好。我没让她又来一遍，是我自己又来一遍。这个没洗干净，那个没洗干净。主持人不是这样的，确实没做干净，那我肯定会要教她，对不对？我女儿生完小孩以后坐月子，11月份洗澡怎么变成凉水了？原来她这个婆婆把那个热水把它掐了，说她洗澡洗这么久，浪费那个什么燃气，怎么的？你这又是不讲道理了。洗澡本来也不用这么长时间，1个小时40分钟这么长时间，洗不到家来了，水费、电费、煤气费什么都涨，那也是教育她节约呀。对，之前其实我妈跟小玉也说过很多次这个洗澡的问题。那既然说到这个问题，我就多一句嘴，要是你的儿子洗1个小时，你会掐吗？会掐，真的会掐。他在这里肯定会这么说，没有这么好的条件，不能你看这么冷的天气，我女儿洗澡就趁凉水，生小孩还没多久，你说这样合理吗？等，我拦你一句，我来问你们来说，这么吵不越吵越大吗？是谁要复婚？我想清楚的知道。是我。复婚之后还跟爸妈住在一起吗？目前是我妈一个人，因为父亲很早过世了。还要跟妈妈住在一起吗？那肯定是要住在一起的。离婚的最主要原因是什么？他打了他。为什么要向老婆动手？因为他在我跟前当时我在看电视，然后听到小玉跟我母亲争吵过后就有很严重的那个摔碟的声音。咱们做小的也只能心平气和的说，对不对？你摔碟子摔碗算什么回事？所以我当时很气愤的过去就给了一巴掌。他不是打了一下的问题，他那是之前打过一次，后来打就是把他这边的脸都打肿了，到医院去，医院都说打的红症，都有那个证明。你觉得在家里，你作为丈夫对妻子好吗？还行，还行。为什么自己的老婆洗澡没热水了你不管呢？因为事前就有跟他说，为了节俭，咱们把那个热水能缩短就缩短。你母亲掐了，你当时在吗？看电视呢。你为什么不去管呢？我儿子管了，为这个事跟儿子吵架了。你不知道，到现在他的工资卡都在他妈妈身上呢。那我儿子都在他妈妈身上。以前
2个人支撑这个家，2个人管钱。后来就我女儿怀孕了吧，她妈妈就说，你怀孕了啊，就辞掉工作，在家里好好养身体。后来就辞掉工作，就是每个人都不容易，但是怎么能处理好，这才是我们男人也好，女人也好，才是我们做我们自己生活中的强者，我们内心的强大。比如说，我们来到这个世上，妈妈给了你生命，挺不容易的，把你带大，爸爸没有了。你能给你的妈妈带来什么？你能给你娶来的妻子带来什么？你们现在有小孩了，本来都是好事儿，最后为点什么破鸡蛋呢？为点小事儿啊，吵得一塌糊涂的。能不能都自己回去，都先自己反省反省，看看自己什么地方做得不好？任何事情都是事出有因。为什么妈妈把水，咔就给关掉了？比如说家里头本来就不富裕，现在什么东西都贵，你洗澡你以为这是浴室啊，一洗1多小时，但是妈妈这样做真的不厚道。我们说我们人越老，我们有把岁数以后，我们应该沉淀我们这些年过来的东西，我们应该尽量要求自己去有慈悲之怀，或者说是善良。说容易，做起来不容易。我不相信你如果把这姑娘叫出来，你说姑娘，你在你妈妈家可能是如何，你到我这儿，咱娘俩能不能有一个商量？你今天洗了，哎呀妈呀，洗了1小时20分钟，下一次能不能咱们就洗40分钟？我不相信他会说，我就要洗，不仅1个小时40分钟，我要洗2个小时40分钟。我相信他也不是这样的人。妈妈以后不要这样做，这个太不厚道了。不会了。说2点，第一，大至一个国家，小到一个单位、一个家庭，只能有一个领导者。这个领导者要具备3个条件：第一，要么德高望重，处事公平；要么贡献最大，对这个家庭；第3，要么经济上是处于支柱的这样的一个角色。请问你们现在这3个人当中，有哪个人是最符合这3点？那应该是我。领导者就应该做好领导者的本分，其他的都是成员和客人。客人也应该做好客人的本分。既然你做不了领导者和主人，你就要听话。刚才说3个条件，第一，要么德高望重，您是具备的，但德高望重者要处事公允，你做到了吗？你没有做到，你明显是亲儿子的。第二，经济条件上占主导作用，你们俩都不符合。2个啃老族还在住着自己母亲的房子，在这一点上你们没有资格做这个房子里的主人。第3，贡献最大，谁贡献最大？家里家务活全是老妈在干，你们也没有资格做主人。所以说综合以上3点，最符合做主人的就是老妈。所以你们只是客人，只是成员，就做好做成员的本分，就听话，就别要左手要着供养，右手要着自由。第二，再次强调，婆媳之间，丈母娘与女婿之间，一定要做到2句话：视如己出的关爱，相敬如宾的对待。什么意思？视如己出的关爱，就是你的儿子是儿子，人家的女儿也是10月怀胎怀出来的。凭什么你说啊，我的儿子我一手拉扯大的？人家虽然是2个人拉扯大的，那也是身上掉下来的肉，你得2个一样疼，甚至还要更疼一点自己的儿媳妇儿。你口口声声的说我把她当闺女一样，你扪心自问，你对儿子好还是对她好？是吧？当然你这样想是正常的，母亲都这样想，但是往往一个母亲真正爱儿子的体现是更爱他的老婆。说任何事情说问题，先数落自己的儿子，而不是数落自己的儿媳妇儿。这就是我接下来说的相敬如宾的对待。虽然要你将心比心，把他当成自己亲生的来养，但毕竟不是亲生的，毕竟不是亲生的就要相敬如宾。很多话不能直接说，你跟儿子可以不留隔夜仇，今天我们说了，他明天就忘了，但儿媳妇不一样，心里要当亲的来对待，但做起来还是要当客人来做。而这个丈母娘也是一样，你的女儿是女儿，人家的儿子也是儿子。想想看吧，你大概是永远这辈子都无法体会一个寡妇带一个孩子的艰辛了。
那种精神上承担的压力，以至于生活当中承担的压力。你看我们的丈母娘漂漂亮亮，说句实在话，这丈母娘比女儿漂亮，穿的比女儿时尚，对吧？但是像你，哎，高兴了，笑了哈，但是大概像你是有老公疼的，你这么体面，你会到菜市场去捡破个鸡蛋吗？挑那便宜的卖吗？你卖不下那脸。但是人家为什么会？人家是生活所迫，人家愿意。所以说将心比心啊。而两个孩子也是一样，你的妈是妈，别人的妈一样是妈。赵栓老师说的真没错。中国的父母宁愿让自己的儿子、女儿吃这个破壳鸡蛋，绝对不会让自己的孙子吃的。他宁愿自己吃破菜叶子也不会。你看有多少这个老大爷老大妈一大清早跑的公交车去占位子，为了送孩子上学。所以有的时候设身处地的为对方想一想吧。还有你这个坏家伙，好的丈夫是两头瞒，蠢的丈夫才两头传。啊，这儿的事儿马上传那儿去了，那事儿马上传到这儿去了。你的传声筒做的不错嘛，互相夸都不懂吗？母亲面前夸儿媳，夸老婆，老婆面前夸母亲，不懂吗？所以说解决两个问题：第一，将心比心的去思考；第二，生活当中各自扮演自己的本分。是成员，对的就应该听，是吧？做领导的做事就应该有所公允。还是记住那句话：视如己出的关爱，相敬如宾的对待，就这样。不管怎么说，麻烦你们俩握一下手。复婚了之后算是亲家，没复婚，因为孙子和外孙的关系，你们一个是奶奶。